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1月3日，市场复盘来了。就在上周，纳斯达克指数呢在创新高，大家一定感受到了 AI 科技股那股停不下来的热度。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黄仁勋说 AI 没有泡沫。整个市场一片狂欢，但是呢 Meta 突然因为 AI 支出暴增导致股价单日下跌11%，微软也因资本开支股价下跌近3%。为什么一边是 AI 企业天量投入，另一边却股价闪崩呢？市场不是否定 AI， 而是要求投入必须有回报。那到底如何看懂机构的选择呢？ 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记得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呢从2个方面来去聊一下美股的一个走势情况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行情走势。那我们看到呢，上个星期五是10月31号呢，是收出了本月的一个月线。那连续7根阳线呢，也是整个市场呢比较罕见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连续3根呢是形成了 M 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防止它在这个偏离彩虹带的一个位置呢出现回落。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颈线位，一会儿给大家去展示一下。那第2个方面呢，就是跟踪一下热点股票，像特斯拉、英伟达还有亚马逊呢，是 Lucy 近期有在跟踪的一些权重股。那像 SPY 啊，就是标普500，还有甲骨文，还有 ALAB 呢，是我们粉丝朋友想要 Lucy 来去分析一下的。如果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从上一周的5根 K 线来看呢，等于说从6号 K 线啊到9号 K 线，就是它的一个 TD9 的一个结构走完之后呢，又出现了一根高开低走的一根假阴线。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出现高开低走的话呢，它的一个收盘的位置呢就没有跌破9的这个低点。所以说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就是正常情况从我们的一个防守位置呢来看，它的一个低点呢是在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利用 TD9 结构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不跌破9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的话，实际上这个行情我们还可以继续去看它的一个震荡，甚至是能否出现新高。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去看一下，首先月线现在是收出了7连阳，等于说从4月份开始啊，它的一个反弹连续1、2、3、4、5、6、7个月啊，也就是说到10月的一个收官呢，它是出现了一个7连阳。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24019.99这个位置呢，等于说现在呢是目前的一个历史高点，而且呢它的一个走势啊，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去用这个月线去防守，说等到11月份的一个收盘它要跌破黄 K 的话，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话，那就等于说它真的要是去用我们的技术分析来看的话，这个位置真的要跌破黄 K 再去这个出场的话，实际上它对应的是22161这个位置的话，它有大概2000点的一个空间，所以呢这就不现实，而且呢不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所以说我们要从日线上甚至是周线上去这个逐级的去参考。也就是说11月份它能不能收出阳线，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要把握住每日的一个走势情况。那我们再切换到日线来看的话，等于说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我们从4号 K 线它的一个反转的一个位置来去看，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向上，也就是上个月的一个高点呢，就是24019.99约等于24000这个位置呢，实际上从4号 K 线到8号 K 线连续的一个拉升所以这个方向呢 K 线走势的一个方向就是向上的这个趋势，而且呢是连续的一个跳空缺口这个位置。所以说呢，它从8号到9号 K 线呢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开盘在这个位置，收盘在这儿。然后呢，在最后一天也就是 Lucy 之前所说的，它在收月线的时候呢不会太难看。所以说呢，周五呢是走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阴线，所以这个位置等于说呢它是红色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股价运行呢，就是从这个高点到低点之后，再到高点，然后再到低点。等于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去画一下它
等于说这个位置是一个 M 型。那至于说现在的一个低点，包括它的一个收盘价呢，现在方向是向下的，也就是说盘中踩到过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反弹起来，所以说这个过程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日线的一个 M 型。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应 M 型呢，其实 Lucy 在之前的一个知识视频里边有给大家去讲，那这里边呢我们再去通过这个 M 型来去再讲一下它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分析。首先它 M 形态的一个颈线位呢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是颈线位，等于说 M 的这个低点的一个尖呢，如果说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这个位置呢，它不能再进行有效突破之后呢，股价再回来的时候，等于说回到这个颈线位的一个位置的话，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如果它跌破了之后呢，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从支撑到压力的一个过程。但是很多朋友呢会去这个分析，如果说这个位置是个阴线，那我在这个地方出掉的话，不是一个这个低点吗？所以说我们不可能等到这个地方再去判断它。那么现在呢，纳指它的一个日线就面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等于说这个位置是那一个黄 K TD8，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阴线TT9，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个日线来看的话，它现在上个星期五它的一个位置就是这样的一个 K 线，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位置的话，如果说今天再出现一根这个下跌的一个 K 线的话，或者说它跌破了我们 TD9 的那个低点的一个颈线位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跌破了那个 TD9 的一个颈线位的话，那它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防守位的一个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去判断它的位置，如果是支撑的话它这个地方就应该是一个阳线，包括它不被跌破，然后进而出现连续的一个反弹，那我们就说这个位置呢算是一个支撑，它撑住了，也就是说我们防守的一个地方呢，它是这个颈线位，它就支撑住了等于说防守住了。但如果说它没有支撑住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出现阴线，它是实打实的阴线，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影线跌破的话不算，但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去跌破的话，那它就等于说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压力所以说这个颈线位呢是我们知进退的一个标准。那我们把它移植到纳指来看，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画出来之后呢，它是一个 M 型，等于说它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位置，那它会不会进一步的一个下跌的话，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会不会进一步的一个走低的话，那我们首先把颈线位画出来，也就是这个 TD9 的一个最低点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是作为日线的一个颈线位而且呢本周就要去看一下它会不会跌破。那它跌破的话，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观察这个一天对，好，一天没有破，然后呢再去这个破与没破我们去纠结的话，其实这个时间上比较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去看至少3天。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去比较关注一下这种权重股的一个走势，因为权重股的走势呢是比较直接去影响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先以这个9号 K 线呢去画一条线它的一个颈线位呢作为我们的一个防守点位。那么这个点位呢就是23,581.14这个位置。所以在这个画条线，如果说它跌破的话，最好还是要减仓的，尤其是那些AI 的一个权重股，比如说像英伟达，或者说这个苹果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8巨头里面的成分股都是要去这个观察的。这个呢是对这个纳指的一个分析。所以近期呢，对于它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去突破高点的话，都将视为是 M 顶的一个这个右肩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分析。而且呢，从这个 MACD 这个位置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呢是连续3根柱体呢，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那并且呢它是出现了一个背离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要谨慎一些这个宁可呢我们在这个高点呢去这个高抛一下这个都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这个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特斯拉的一个走势情况。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去讲到过一个知识点，就是它在这个2个关键的一个点位的一个 K 线的最低点呢，我们去画2条线。那第一个呢是 440.75， 第二个呢是 429.03这2个位置，等于说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它能不能有2波启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说我们去2波启动的一个点，我也给大家去讲了，
它的一个原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特斯拉它迟迟没有出现变字之后呢，在这横盘震荡啊，也有这个2个月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也是超乎了 Lucy 的一个想象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等于说它的 MACD 啊，现在呢走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实现了它的一个 MACD 指标的一个回调，当然股价呢并没有回调多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到说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等于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特斯拉它更适合它的一个低吸，也就是彩虹带附近的一个低吸。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用2个防守线去看的话，现在显然是第一个和第2个都没有跌破啊。那我们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啊，我们在盘前广播呢是对纳指和特斯拉呢都会有去讲解，就像我在课上啊讲的一个内容呢，实际上啊我们有听课的朋友就应该知道我这2条线画的一个位置啊是由什么得来的。那目前呢股价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中轴附近呢是止跌了，所以说呢没有阴线放量的一个迹象啊，即便是回调它没有放量，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等于说纳指一回调，特斯拉它也会跟着出现阴线的。所以在过程中我们刚刚就说了，就是个纳指啊，它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权重股比较关键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维持这个技术面观点呢，我们有一个防守位置啊，我们就不怕。那在这个地方它没有跌破的话，那就是这个位置没有跌破，那我们就可以说它现在呢还不具备这个出场对吧止损的一个条件。那暂时呢就是说这个仓位啊要这个回避一下，等于说纳指它在周5的时候它是出现回调的嘛，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整体仓位啊，整体仓位。这个呢是特斯拉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想大家应该就是同步一下啊，它的一个位置，它现在呢等于说在彩虹带在上个星期5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一个止跌信号啊。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特斯拉与这个英伟达啊，算是一个剪刀差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英伟达在狂拉，然后超过5万亿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特斯拉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就是等一等它的一个节奏啊，说什么时候这个英伟达回调了，看看特斯拉的一个表现啊，它会不会去这个护盘护指数啊？这个呢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等于说这2个地方对吧，它的一个支撑没破，而且呢彩虹带中轴呢它有点略微向上了，这个翘头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直以这个470.75这个位置呢作为短暂的一个分析。当然它的一个高点呢在前方的话，其实也没有高太多了，就是488啊，大概是10几块钱。所以特斯拉的话呢，这只股票就是我们近期呢就要去看一下这个马斯克的一个薪酬的一个问题落地，还有就是说整个公司的一个发展啊。所以现在呢处于一个消息的一个真空期吧。所以特斯拉呢从技术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机构它会不会选择就是资金啊，这个英伟达出来也好，或者说特斯拉再有新进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就看最近的一个走势。如果说彩虹带没有变化的话，而且呢它不跌破我们之前的一个这个防守的话，那等于说就是第2波的一个启动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呢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的话，大家知道最近呢就是它的一个风头正盛啊，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值呢，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说它连续2天的一个阴线呢，市值是跌破了这个5万亿啊，现在就是又回到了49813啊这个位置。实际上呢就是看股价，那股价如果说在200亿以上啊，它才能回到这个5万亿的一个区间。当然呢这个过程我们就是说它去不去5万亿其实差别不大，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技术分析。如果说它能在这个3号 K 线啊，等于说我们用这个位置呢是讲到了太阳不破的那个走势。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这个缺口也不补，然后呢201它也跌不破的话啊，它这个位置呢就算是这个支撑住了。那我们说它3、5、8天肯定是选方向的啊。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它跌破了，那到哪里是它的一个支撑呢？那 Lucy 在这边给大家去测算一下。那我们呢通过我们的一个这个测算的一个工具呢来去看一下，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英伟达它之前的一个低点啊，在这个位置，等于说这是这个波段，也就是9月5号的啊，看一下这个呢是9月5号的一个低点，等于说它最低点164这个位置，我们选取这个位置来去测算。那么它向上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实际上是遇到过压力的，而且它回踩的时候呢，在这个下一档的一个位置啊，等于说这个180.71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支撑，所以说后续呢
呢，我们再去测它的一个高点的时候，它在这个207.61这个位置呢是出现过压力的，所以它现在呢等于说股价现在啊在这样的一个两条虚线的一个空间去震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区间呢，大概是在190.96和207.61这个位置。所以呢，接下来如果说啊这个位置呢，看一下英伟达它的一个动向的话，它如果上行啊，这个等于说它现在这个上升的一个结构呢，来到了上结构期啊，等于说今天是结构期，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不能有效的站稳207.61这个位置的话，它有可能去回调到啊上一个这个支撑的位置，就是190.96。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像190.96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与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呢，等于说是一个重合的，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共振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就去看一下，如果说这个英伟达的股价我们再等一等，它没有跌破201的话，我们可以用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但如果说它选择出现回调，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下方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了。这个呢是英伟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为止呢，股价在某一个压力位呢，它现在是有一点点压力，就是等于说是这个地方呢，就大家想要共同卖出的一个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它的 MACD 也出现了这种连续的一个下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等于说这个白线这个位置呢是一个背离。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刚刚我们去看到纳指，它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现在纳指呢与这个英伟达息息相关，它会不会跌破那个 M 的颈线位呢？现在就等于说这个就看英伟达的一个表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说一旦英伟达它跌破的话，它很有这个可能纳指它也会出现这个短暂的跌破这个颈线位，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与英伟达还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说英伟达今天再走一个这种高开然后低走一个走势的话，那就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判断了。所以说我在盘前广播呢最近也有跟踪英伟达，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这个英伟达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股价呢它是出现回调，然后呢没有破坏形态啊，我们就是以这个缺口现在是暂时没有补，但是等于说今天是第3天嘛，今天如果补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然后现在就说单阳不破的一个方法，那只需看358天，对吧？选方向，如果说它靠近彩虹带的话，就我们刚刚说它回调的话，那就再找这个合适的位置再买也不迟。所以说现在呢，这个 AI 股啊靠近高点是比较危险的。那如果说啊这边咱们呢有粉丝朋友啊比较喜欢这个特斯拉或者说英伟达，或者说想看一下这个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的话，那咱们这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是给到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的一个文字解析，那会写到我近期呢跟踪的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还有参考价位。那如果说咱们是今天新订阅的粉丝朋友，那 Lucy 呢会给大家啊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领到这样的一个文字广播的话，可以去找我的一个助教老师去领取。那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啊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你像 Lucy 讲到的一些方法啊，实际上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技巧在的。那如果说咱们还想通过技术分析学到一些看懂机构动作的朋友们，那本周呢内部课程是交易训练营之高手的进阶之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从4号开始啊，一直到7号，香港时间上午10点钟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课程给到大家。那同样呢是给到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是2周的一个体验期啊。那本周呢就刚好是高手的一个进阶。如果说你想这个同步我们学习这种方法看盘的一个技巧的话，报名的这个下方置顶链接啊，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口令，口令是15，数字15，就可以领到这样的啊一份大礼包，福利1和福利2都会有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亚马逊的日线走势图。那亚马逊的话呢，在上一周的话，它的一个财报啊是出现了这种跳空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实际上近期这个科技股啊，基本上出现这种图形的，你包括这种甲骨文呐、AMD 啊，或之前的这个博通啊，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跳空之后呢，高点是出现在了开盘之后呢，是出现回调。所以上一周 Lucy 的一个周5的一个视频就会给大家讲到说，亚马逊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没有赌到它的一个财报的话，那实际上亚马逊当时我给大家去推荐呢是 put option， 你可以去做一个它的一个冲高回落。当然这个过程中呢，这个 put option 的一个空间呢，实际上就要跟你选择的那个合约呢是有关系的。Lucy 是给大家去说了这个 ATM， 不知道有没有去操作的小伙伴啊，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等于说它这个全天的一个阴线，它的一个回调幅度呢，等于说高点的时候12%啊，低的时候呢是8%，所以看起来
啊，这个阴线呢比较大，但是呢它的一个下跌空间也就2%这个日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等于说它这个跳空缺口还是蛮大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亚马逊它的一个这个回踩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缺口呢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呢它跳过了之前这个平台。那我们来画一下它的一个平台位置，它跳过这种平台的话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跳过这个平台，等于说它回踩到这个位置的话，它会有一个这个看起来前方是否是有一个支撑。而且我们缩小这个图，你会看到，其实它在最开始再向前一点，这个年初的时候，它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它股价到过这个地方，等于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共振，而且呢它是跳过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看起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这个呢是对于股价的一个暂时去看一下它的位置呢，价格大概是238.24这个位置。那这个呢是亚马逊，当然呢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一个这个方式啊，空间测算来去看一下亚马逊它的一个低点呢，选在前方的一个机构低吸的位置，大概是8月4号这个 K 线。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它在一个同等价位的一个位置呢，等于说近期呢它也来到过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反弹。那我们看到就是到目前为止呢，它现在已经跳过了这个 C7 的一个压力位，等于说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也就是说241.95这个位置，如果说它可以去支撑住的话，其实回落的一个空间不一定会到这样的一个刚刚我们去画的一个位置。所以说238到241的一个区间的话，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对于亚马逊比较关注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在这个过程中去看一下，等于说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回落有支撑的话啊，甚至是可以做一些短线的一个买入啊，这个是亚马逊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PY 标普500的一个走势情况。那这边显示的呢就是500 ETF 这个标的，是我们粉丝朋友想要分析的。但当然大家可能看出来了，这个位置其实与这个纳指，因为 Lucy 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标普啊，我们一般都是去讲这个纳指，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三大指数呢它的一个走势情况还是比较接近的。当然呢，现在看起来这个 SPY 啊走势呢是相对来说弱一些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黄 K 等于说9号 K 线啊这个低点，那如果用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话，等于说上个星期四它已经跌破了，然后呢周五的时候也没有收回来，等于说这个缺口和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呢形成了一个压力的一个共振。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会知道，你有压力的话3天上不去啊，这个缺口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所以呢 SPY 的话在这个地方啊，等于说它需要一个高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再能结合到 MACD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柱体呢是有一个缩短的一个这个走势的。所以呢 SPY 的话现在还是进行一个这个防守吧，就是这个位置不要再去这个追高了，或者说啊我相信它能这个出现这个突破。那如果说真的相信它能突破的话，至少它要过掉啊前面的一个高点，我们才能相信，或者说它近期啊比较强势的把这个缺口补掉，不然的话在这个位置它形成了一个这种缺口的一个压力的话啊，还是做一个高抛好一点。这个是 PY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甲骨文的话呢，最近它是走了一个这种震荡下跌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们连续看到啊，就是说它在这个位置啊，一度是这个风头超过了所有的一个科技巨头，而且呢是出现了这个首富啊易主的一个位置。当然呢，它没有经过这个一天走势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跌破。所以说甲骨文在这个震荡的一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它把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啊紫色区域直接震到黄色区域了。所以说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黄色区域这个位置啊，等于说啊这个咱们粉丝朋友想要问这只股票是不是想要问到它是不是可以抄底，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Lucy 觉得它还没有到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黄的彩虹带现在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股价它现在呢是跌破了2个机构低吸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现在这个走势啊应该是还没有出现止跌，等于说这2根 K 线呢它也不是完全止跌的， MACD 呢而且是走到了一个弱势区，所以通过这几个这个我们去判断的一个迹象的话，等于说这个位置呢还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参与点，它最好是符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呢？最好是这个空方带再继续的一个这个向下，然后呢我们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呢在这个位置呢出现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这个交叉的一个位置啊最好。所以说呢甲骨文现在目前为止啊没有看到它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迹象啊，而且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最近呢
讲到的这种机构啊资金，你看它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空头资金，而且呢是比较强势的，所以这个位置啊，其实甲骨文的话还没有跌到位，那还是要再重新的去这个等待一下啊。然后我们从这个筹码来看的话，等于说上方呢是不少套牢盘，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去关注这个甲骨文的话，最好还是等到一个这个低吸的一个位置，它现在这个位置上不上下不下的呢，就比较这个麻烦啊。这个呢是甲骨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LAB 啊，这只股票呢，其实呢算是比较活跃的一只了。然后我们粉丝朋友想要问这只股票呢，我想啊，可能是手里边有持仓吧，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过聚宝盆啊，然后呢它的一个上升结构呢，现在是来到了7呢是短暂的去这个试探过前方的一个这个缺口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把整个的一个技术分析连在一块看呢，现在就是说现在正常来讲，这个位置上周五其实是一个高抛的一个点，它等于说这个位置呢，它是去试探了一下左侧的一个缺口，而且呢，它现在就是说它反弹呢是第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看到它现在有这个聚宝盆，等于说它现在是一个低吸的一个位置呢，是穿过了这个黄色飘带。那我们知道穿过黄色飘带之后呢，它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它的一个方向是反弹之后呢出现回踩，然后飘带变成这个紫色的，它才是第二波的一个买点。如果说你要是想要在这个过程中啊去做它的一个波段的话，最好是在这个地方缺口这个位置，如果说产生压力了，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 K 线的一个位置，1K 线这个区间，它是产生压力的话，出现回调，然后再去买，或者说你在这个位置高抛。那其实 ALAB 呢，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法来去测试啊。那我们把近期呢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彩虹带是黄色的嘛，我们只把它看成是反弹啊。反弹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它机构低吸，然后反包这个位置呢，那自然不必说了，这是一个买点啊。然后呢，它反弹的一个高度，那我们就要去测一下了。那在这个地方呢，那 Lucy 首先看到的是它是1号 K 线下跌9的1号 K 线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压力位，等于说它的低点高点呢都属于它是一个区间。那如果说这个区间的一个位置我们更细化一些的话，那 Lucy 用到了一个我们近期的一个空间测算，等于说它189.9毛4这个位置和215.54啊，它是会有2个压力位的一个参考。那等于说7号 K 线呢，它是有上到过这个189.94的一个上方，但是没站住。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8和9的话要去看一下，如果说它能在189.94啊这个位置是站稳了，那我们下一步可以看一下它反弹的高点呢会不会去到215.54。但如果说它这个位置要是没站住的话，更不用想它下一步了。所以说呢 ALAB 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本周再去等2天，如果说它不能突破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啊反弹先减仓，还是依照我们的一个参考，如果说它出现变字回踩的时候再去参与呢会更好一些啊。这个呢是 ALAB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